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6月13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6月12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 171.12， 收盘价是 177.29， 在盘中最高值是在 180.55， 最低值是在 169.80。那在盘中，它的最高价与最低价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10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又重新回到了各条均线值的上方。量，当日的成交量是 9036.82 万股，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1.45 倍，抱有大的成交量。KD 值我们会看到快线又上穿了慢线，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出现了向上反转。MACD 快线的方向又转折向上，双线是趋于合拢，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短的红柱。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又向多头趋势发生了转变。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6月12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长上影线的长绿 K 线，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那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下跌后出现了反弹中。那么当日我们会看到这根 K 线它是一个高开盘，然后开盘之后股价即一路向上，一度是站上了各条均线值。那在最高是在180这个位置遇到了压力，而出现了回撤，也就是最后收盘价是收在了178附近，又重新站上了各条均线值。那么这样的一根 K 线留有长长的上影线，说明上方是有压力的。然后呢，收盘价我们会看到不仅是站上各条均线值，它也站上了前一日 K 线的最高。因为前一日的这根 K 线我们把它出现了下跌，又含有长长的下影线，这是一根止跌的信号 K 线。那么在6月12日收盘价站上它的最高，也就是确认了这个止跌的信号 K 线。那我们也会看到当日同样是出现了成交量增，那说明我们说在上方180这个地方是遇到了压力。对，那么日后股价如果能够站上180，也就是6月12日这根 K 线的最高，那么股价将会有一波上涨的行情。那因为呢，在这个地方有遇压而出现获利出场的，那股价日后如果有多头力量推动，能够站上它的最高说明在这个地方就要再一次换手成功，那么会推动股价继续向上。好，那这是我们对这根 K 线信息的解读。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我们调出辅助线。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讯我们对6月12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股价会出现反弹，收盘价会在173附近。另外一个可能我们预测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下，收盘价会在170附近。实际在6月12日收盘价是在 177.29， 出现了大幅的反弹。那么我们预测的反弹和实际发生的反弹在收盘价的点位上相差是非常大的。但是呢我们预测当日的走势是基本相同的，也就是说同样是高开盘，然后呢最低是在170这个地方是遇到了支撑。只不过就是我们没有预测到股价能够在盘中最高能够到达180，对，所以我们仅仅是方向预测的相同。好，那么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出现这样的K 线，也就是确认了止跌信号，那么日后股价将会有上涨的可能，所以我们先来看股价的上行。那对于6月13日和之后的交易日，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不变，依然是187，站上它
将会瓦解自4月29日以来的空头趋势。那么在到达它之前，目前的一个压力位就是前高180。因为这是一根带有大的成交量的一根 K 线，它的最高啊将是一个我们说是一个标志位，因为股价要想站上这个位置，一定会有更大的这个成交量，或者有更大的买盘出现，才会推动股价站上它。而一旦站上它，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刚刚说了叫换手成功，那股价将会有新的一波的，或者将会有一波上涨行情。好，187站上之后，第二个目标就是199 200关口，这是强压力。第三个目标是206，在这个位置。我们再来看下行，下行的第一个目标不变，依然是168，跌破这个位置将会继续自4月29日以来的空头趋势。那么在到达它之前，目前的一个支撑位是在170，也就是这根绿 K 的最低。然后呢，168如果被跌破，第二个目标就是139，对，然后第三个目标就是下方的102，在这个位置。好，那么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日后的上行和下行。那我们再来看盘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之前我们给出的观察位是前一个交易日这根小红 K 实体的下沿是在170.5附近。那么到了6月13日，我们要给出的观察位呢是177，实际上就是这根6月12日这根 K 线实体的上沿，我们把它上移到这个位置。那么我们要关注它的原因，就是说日后股价如果能够也就是在6月13日盘中，股价如果能够在它的上方运行，也就是在各条均线值上方，那么这些均线值将会成为一个支撑，会推动股价继续上行。但是如果股价在盘中是在177下方运行呢，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呢很有可能会收低，所以我们要关注177这个位置。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目前也就是在6月12日收盘价是在177.29，重新站上了5日均线值，然后又站上了前高，确认了这个止跌的信号 K 线，当日的成交量又抱有大的成交量，所以呢在技术上6月12日收盘价177.29这个位置，我们是可以5%进场抢反弹。虽然说我们在前一个交易日刚刚止损出场啊，就是这个操作呢，我们是基于技术上的纪律来操作的。我们可以描述一下啊，在前一个交易日说收盘价是在170.66，跌破了这个172，那么在技术上就是说跌破前低。出现下行，那么我们就是要止损出场。那么到了6月12日，我们会看到目前的指标股价又重新站上了各条均线值，也站上了前一日 K 线的最高，成交量增，所以在这个位置在技术上要坚定的进场。对，好，那么5%进场，我们在这个地方进场抢反弹的获利目标应该是在186到187，是在这个位置。对，那么我们说其实就是在进场的位置，尤其在接近180哈，我们给出一个稍微准确一点的位置，就是说从180一直到187这个区域就是这个5%抢反弹，它的获利区域就是在这个区域。
然后呢，对于这5%的仓位，我们要给出的止损位是守这根绿 K 的最低，也就是守170这个位置。好，那这是强反弹的获利。那如果比如说股价在日后如果是到达了这个位置呢，我们还可以依据 K 线的信息，考虑是获利出场，还是说继续加仓做多。对，好，那这是我们对这个多头的技术上的操作建议的描述。然后我们再来看空头，空头目前的目标依然是168，目前空头要守的位置就是180到188，这是也是我们强反弹的获利目标的一个区间。因为我们说尤其股价在到达180之后，然后在到达187之前，这个区域一定是空头要守的位置。因为空头只有守住这个位置，那么股价在这个地方遇压而再次出现反转向下的话呢，才会继续延续自4月29日以来的空头趋势。所以180到188一定是空头要守的位置。那当然对于多头它是一个强压力。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6月13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请能否在屏幕下方按下点赞按钮，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谢谢大家。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前一日 K 线的最高是在180.5这个位置。第二个压力位我们说是187。第三个压力位是199。好，我们先给出这3个压力位。那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首先到来的支撑就是各条均线值，它们的范围是从175到177，也就是5日均线值、10日均线值和20日均线值都在这个区域。好，第二个支撑位是170前低，第三个支撑是168。那我们愿意再给出第4个支撑，就是158。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6月13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继续反弹。如果股价继续反弹，它将是高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76，上方最高会到达182。然后收盘会收在180附近。我们还要给出一个点位，如果股价最高到达了186，那么我们认为收盘价会收在184附近。那出现这样反弹，它们共同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高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76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反弹。也就是反弹，如果出现反弹的走势呢，我们认为下方在5日均线值这个地方会遇到支撑。好，那我们再给出第二个可能。第二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一个小幅的回档。如果是这样，它将是低开盘，或者是很小幅的高开盘，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178，最低下方会回踩到173，然后呢，收盘会收在175附近。在这个位置，那出现这样的回档呢，我们认为股价很有可能会又重新回到各条均线值的下方，也就是它将会在日后股价将会在就是如果出现这样的一个结果呢，那我们认为股价日后会在180到168，在这个区域内继续进行横盘。对。好，那么出现这样回档，它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178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回档。好，那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6月13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